嘉义人对不起，第一次听到凉面加美乃滋，其实我觉得有点怪。超好吃。Hello， 野菜露露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3款超简单的凉面，分别是重庆川辣凉面、嘉义美乃滋凉面跟日式荞麦凉面。今天刚好中式、台式、日式全部集结到齐了。那为什么没有韩式呢？因为韩式呢，我们等下一次再做给你们看。那凉面呢，是上一集我们请大家留言，夏天最想吃什么料理？没想到凉面基本上是第1名了，最多人留言的。其中大家又最想吃的是嘉义凉面。对，嘉义凉面好多人留言哦，我蛮好奇为什么的。就是大家可能夏天就会想要吃那种酸酸啊，又凉凉啊，然后又有一点麻酱的口味，所以我们就选了3个口味。今天呢，就用最快速、最简单的方式分享给你们，直接3款凉面哦，够有诚意了，对不对？另外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台北新书发表会，即将在7月27号的下午2点到3点，在台北里仁全新的场地举办哦。那完全是免费报名的，前30个报名的朋友啊，还可以获得这次新书限量版的小可爱帆布袋，真的小小的，超可爱的。拿来装饮料很适合。对，装饮料啊，或者装那种小零钱包，出去买菜用的这样。那里仁呢，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小零食、下午茶、小点心，所以欢迎大家带着你的环保杯跟环保餐具一起来听我们分享哦。好，那报名链接呢，跟一些相关资讯，我们都会放在下面的置顶留言，所以台北的朋友赶快报名起来吧 ！Go Go， 点报名好了，我要做菜了，来吧。后面有点尴尬。第一个，我们现在来做重庆川辣凉面，要准备的食材有油面、红萝卜、小黄瓜跟柠檬。我们先把小黄瓜跟红萝卜都切成丝，我已经切成丝了，所以大家看自己喜欢什么配料，都先把它切成丝状。然后呢，柠檬也先把它挤成柠檬汁。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调我们的麻酱，那加入花生酱、芝麻酱，然后味淋酱油、香油，还有今天的重点椒香油辣子，我们自己出的辣椒酱，然后再加一点柠檬汁，把它搅拌均匀。好，现在搅拌到花生酱跟芝麻酱都已经散开了，然后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浓稠，所以我们要加一点开水进去，让它稀释一下。但自己的水要慢慢加，你如果一次倒下去的话，它会油水分离给你看。对，所以一定要慢慢加，慢慢让它融进去。边加水边搅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一锅滚水，加入一点盐巴。我们现在穿烫我们的红萝卜，把它稍微烫一下。有人喜欢吃生的，也可以直接吃生的，没关系。但我习惯会稍微过个水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来烫油面，把它稍微过个水一下。好，油面煮好之后啊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捞起来，然后过冰水，让它变。我们要准备一锅冰水。对，让它变冰冰凉凉的。冰镇好之后，我们就来煮装，把油面放到盛盘的盘子上面，然后再放上红萝卜、小黄瓜丝，然后再倒上刚刚我们调好的重庆川辣酱汁，就可以搅拌之后就可以吃。如果自己喜欢吃一些甜椒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吃一些黄甜椒、红甜椒、豆包啊之类的也都可以。基本上这样就可以开吃了。
那如果爱吃辣的人啊，上面可以再淋一些焦香牛辣子，会更香、更爽。芝麻酱加花生酱，再加焦香的辣子，好搭哦，很搭。跟我们之前做那个重庆小面一样意思，只是它是凉面。我很喜欢麻酱加一点柠檬汁，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解腻效果。然后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来做的是日式荞麦凉面。那要准备呢，食材非常之简单，要有荞麦面，然后秋葵跟一点海苔。那你海苔要准备海苔丝、海苔酥或者是海苔片都可以，对自己决定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先来调荞麦面的酱汁，加入酱油、日式酱油，然后味淋，然后一点水跟七味粉跟白芝麻，最后呢边边再点上一点瓦萨比。荞麦面感觉超简单哎。对，因为它就是在日本，其实它就是单荞麦面，然后可能一点葱花，但因为我们不吃葱，所以我就用秋葵来代替。基本上呢，这个蘸酱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呢就来煮面跟秋葵，准备一个滚水。哦，对，然后这个酱汁啊，可以先拿去冰箱让它冰镇一下。对，你如果就是夏天真的喜欢吃冰冰凉，然后直接丢冰块也可以。现在水滚之后，我们就加入一点盐巴，先来汆烫我们的秋葵。秋葵要先汆烫之后再切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如果我们先切的话，烫的时候它的那些，你的水就会是勾的了，然后它的养分啊也都在里面。秋葵烫好之后啊，我们把它夹起来，放到冰水里面稍微冰镇一下，就让它放着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就来煮我们的荞麦面。好，我们这次用的荞麦面呢，是朋友从日本带回来的。那台湾当然一些生鲜超市其实也都找得到。对，那它煮多久呢？就是看后面你买的那个荞麦面后面它写要煮多久，就跟着煮多久。那现在煮好了之后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要去搓洗它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夹出来，然后到冰块水里面进行搓洗的动作。这搓洗的动作大概要2次到3次。现在就是要这样搓，真的像搓抹布这样搓。为什么要搓洗啊？因为它会有很多的淀粉，那这个淀粉洗掉之后，你的口感会变得很 Q 弹。哦，就是像人家影片里面吃荞麦面，吸的时候会弹2下这样。对，所以一定要把它洗掉。那洗了水倒掉，然后再加一次水。对，你们看现在的水是很浊的，就表示它还有很多淀粉。所以大概洗2次到3次，它的那个淀粉，你的水会完全是清澈的之后就是可以了。所以现在是倒掉，然后再加1次水。我现在洗了大概3次之后，水会稍微比较清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，然后沥干，就可以盛盘。它当然有这种竹形最好，因为它水就可以继续滴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把秋葵把它剪成片状放在上面，然后跟海苔酥也把它放在上面，就可以蘸着刚刚的酱汁一起享用。
像有柴鱼酱油的味道。我觉得是海苔酥加昆布那个酱油的味道。哇，好凉爽哦！荞麦凉面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吃完整个身体从里面到外，它是从里到外的，不是这种外力吹电风扇吹冷气的外面的凉，是从里面凉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来到第3个。今天的压轴最精彩的一个，大家敲碗最多次了，就是嘉义美乃滋凉面，其实又叫嘉义白醋凉面。等一下跟大家讲为什么。然后要准备的食材呢，有小黄瓜，然后绿豆芽，然后跟宽扁面，还有今天的美乃滋。好，小黄瓜的部分呢，我们一样切成丝状。然后绿豆芽呢，我们把它去头去尾，让它变成银芽。那当然你不去也可以，就是口感跟美观问题而已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一样就来先调芝麻酱，加入芝麻酱、花生酱、酱油、香油跟味淋，把它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再倒水。现在都搅拌均匀之后，我们就一样慢慢的倒入水，让它完全的融合。麻酱调好之后啊，我们现在来调所谓的美乃滋，白醋美乃滋。那它为什么叫白醋美乃滋呢？因为在嘉义，他们的凉面呢会有一包沙拉酱。那个沙拉酱呢，被他们称之为白醋，因为它里面会加一个成分叫白醋，所以甚至他们的那一包上面写沙拉酱，下面还括号白醋。对，所以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做全素的嘛，那个美乃滋是蛋奶素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样用桂冠的全素沙拉酱。那它这里面其实本来就有一点醋在里面，所以它吃起来其实也是酸酸的。那为了要让那个酸味更明显呢，我会再加一点白醋进去，然后跟水一起做调和。然后现在准备一锅滚水，然后我们加入一点盐巴。现在穿上我们的银芽，然后烫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夹出来。等一下就来烫我们的面条。我们这次的面条是什么面条？这次是家常面。对，但它是比较宽的。通常嘉义的美乃滋面条，他们的美乃滋凉面，他们都会用这种宽扁面，家常的宽扁面。那我们是在家乐福找到的，家乐福有卖。现在烫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夹出来，然后一样准备一个冰水下去把它冰镇。然后现在就可以开始来组装，把我们的面条先放到我们的盘子上，然后放上小黄瓜跟银芽，最后淋上麻酱跟白醋美乃滋。就完成了。压轴的嘉义白醋凉面 ，Go！ 怎么会这么大？我要承认，嘉义人对不起，我第一次听到凉面加美乃滋，其实我觉得有点怪。超好吃不知道味道会是怎样。对，因为想不出来。而且重点是现在是用家常面。哦，这酱也太赞了吧！
全素的，有了，全素版本，现在有全素版本了啊。赶快，希望我们下次去嘉义的时候就吃得到。嗯，跟鸡肉饭一样，又可以吃到嘉义凉面，都吃到全素的。然后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